在哪里？寿卡哦，就是环岛最艰苦的一段，标高要469公尺，就一路爬坡，有的路段爬不上去，只好用牵的，实在不能跟了。不要勉强了。70岁了，不是20岁，实在是差太多了。你已经很厉害了，真的。不老骑士第2集。抱歉了，也听说了你家里一些事情，然后你母亲也离开了，对吧？1年有3个月了。对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你爸好伟大，因为我从你跟我讲你爸的故事，我自己也学习了。我觉得你爸爸要去帮你母亲完成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听到了，我觉得I'm speechless。我觉得我爸应该也很哀伤吧，但是我们疗伤的方式，就像你也跟我分享说，其实你拍这3部短片，就是把自己丢进工作里面去，对，去逃避自己内心的哀伤，你可能还没有能力去处理好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方式，那我爸的方式可能就是透过单车环岛这件事情。那我的方式是，就有些人有点惊讶，说我居然在这整个过程我还能够记录。那可能记录或者是说拍片这个方式，就是我在疗伤吧，对，我在处理我自己的哀伤吧，我在想，对，好伟大。没有，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在处理这一块，是，对啊，然后我也就觉得自己的心其实还很幼稚，还很没有经验，因为当时你在我面前，你表露对你母亲的思念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必须说，人没有经历过，真的不晓得那个东西有多么的痛苦。是，唯一只有当自己经历过，才知道那件事情的重量到什么程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就去年陪妈妈生病治疗这段时间，然后到她走，我其实很想要写讯息给你，跟你说，我慢慢理解你当时的感受。我觉得做任何不管你能做什么事情，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多陪陪父母啦。当有时间的时候，才不会，才不会有遗憾。才不会有遗憾，是。我们的第2部叫 Kill Burn， 也叫我们中文取名为燃烧重生，也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做的事情。那在关于你的状况之下，我知道你好像我知道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有点对小孩子会有一些期望，跟会有一些规矩，会有一些特别的 hope 跟期待吗？那我知道好像你跟你妈妈之间，好像你妈妈很不赞成你做演员这件事情。就是我在整理妈妈遗物的时候，爸爸有发现妈妈写给我的一封信，然后那封信当时他给我这件事情我已经不记得，但是现在重看那个内容，就他内容写到说，我把你生成目前这个样子，不是为了让你去做演员，不是为了让你做模特儿，就可能对他而言，做模特儿、做演员只是一个皮相、一个外在，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做，完全不需要任何技术的一个工作。就我看到那一段话的时候，他还是提醒了我，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的疏远，就感觉没有办法聊，没办法亲密，对啊。但这些事情都已经，当我知道他罹患癌症，当我知道时间就是不多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很感谢老天爷有时间让我们说爱、拥抱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也不想要去刻意的去改变一些事情，我不想要很恶心的，就是每天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让他觉得我做了女儿该做的事情，我在弥补，在补救，我也做不到那样的事情，对啊。你有没有后悔走这一条 ？Even though 你的母亲可能当时没有很赞成。应该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走这条路才救了我自己。对，就我今天为什么会做演员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
高中的时候我数学不太好，所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不希望选跟数学有关的东西。然后我就看到戏剧系听起来是一个很自由的科系，但是戏剧系在干什么，我也还是不晓得。对，然后就念了，然后读了大一之后，演了一点点戏，然后还是觉得到底演员是什么，我还是没有很有意识这件事情。然后一直到大概22、23的时候，那时候谈了一场恋爱，然后失恋，然后可能开始自我怀疑，有很多事情加总起来，然后产生了忧郁症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就行尸走肉一样，没有生命一样，就是身体还在运作，还在活着，可是其实我那1、2年笑容都几乎没有，就两边的肌肉我觉得是没有撑起来的，没有笑容的。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旅行，就是这样子的过程。大概2年之后，某一天下午，我是在朋友家里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艾尔帕西诺演了一部电影叫《女人像》，大概是讲就是他是一个很不晓得该怎么活下去，很讨厌自己，很憎恨自己的一个人。他最后希望那个男主角拿一把枪把他杀死。就那一刻那一幕，就让我突然觉得，艾尔帕西诺这位演员，他理解我的心情，是。然后被理解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我好像可以慢慢的站起来了。我好像可以眼睛打开，看到其实我身边是有很多人支持着我，我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活下去，浪费时间的活下去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艾尔帕西诺他总不会知道，有一天他的表演其实救了一个远在那么远台湾的小女生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也才觉得说，好像表演可以，帮到别人什么，可以帮助别人看到一点什么，或者陪伴一点什么。是，我才在那几年中找到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。所以我很开心，我今天有一个我很热爱的职业，然后做我喜欢的工作，还有人付钱给我，让我可以生活，让我可以生存下去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，我觉得我们都比别人还要早发现自己的所爱是什么。是。我还差点爬到你那个，把你行李箱扒开来跟你飞过去。我超想要带你去的，有没有闲聊起来？对不起。对，但是